漫威到底有多细？细节一，在奇异博士发生车祸之前，他的同事在电话中提出了几个病人，其中一位说是35岁上校，第一位脊椎被装甲压碎。有什么需要我的？我这有一位35岁的空军上校，第一位脊椎被某种实验装甲压碎。这可能是指钢铁侠2中差点被扭成2半的士兵，但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，并声称受伤的士兵是罗德上校，而不是钢铁侠2中的人物。实际上，在采访中，导演已经证实了不是罗德，因为斯特兰奇的车祸和内战根本不是同一年，况且电影中的罗德肯定不止35岁。细节2，在蚁人1中，我们都知道初代黄蜂女为了让核弹不起作用，因此缩小成亚原子一样大小的物体钻了进去，之后她被困在了量子领域里无法出来。然而当皮姆博士进入量子领域寻找珍妮特时，我们看到在这绚烂夺目的量子领域中还存在着一座小小的城市。如果猜得没错的话，这应该是蚁人3中的时空城。所以漫威早在2018年的蚁人2中就预示了2023年的蚁人3。细节3，在黑豹1中，当埃里克最终坐上王位时，他说瓦坎达将成为日不落帝国。但在电影快结束时，特查拉把埃里克拉到山顶看日落，这表明他的统治结束了。细节4，在复联3中，当时浩克降临砸坏了圣所的楼梯，随后披风立马绕上了奇异博士。仔细看下他之前的穿着，之后又是什么穿着？从日常服直接变成了法师服。我们现在注意奇异博士，看清楚他的法师服是如何在慢动作中展开，不过只能看到几秒钟就换到了其他角度。如果漫威直接切到法师服的镜头，而不展现出他用魔法换衣服，那么大家就会疑惑奇异博士什么时候换的衣服。但加上了这个小细节，就没有这种问题存在了。细节5，美队的力气到底有多大？这或许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，因为他有的时候可以拉住一架直升机，有的时候可以抵挡灭霸的进攻，然而有的时候却很拉胯，怪不得大家都叫他555开，意思就是上限很高，下限也很低，这也导致无法判断美队的具体力量。但如果你仔细看了内战，那么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。在美队与钢铁侠的最后一场打斗中，钢铁侠由于战甲被严重损坏，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于是不得已让星期五去分析美队的作战模式。现在请注意，如果我们视频暂停并放大，可以看到美下的冲击力数据，其中最用力的一拳是1346牛顿，换算一下就相当于274.7斤，这也正是美队可以徒手拉住飞机的原因。此细节镜头比较快，而且数值很小，如果大家想去核对的话，建议使用慢速观看。细节6，在黑豹1的电影29分20秒的镜头当中，特查拉赢得选举仪式后饮用了新型草药，现在你可以看到黑豹的胸口处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伤口，但喝完草药之后，这个伤口竟然正在快速的愈合，而且速度丝毫不比金刚狼差。当然金钱豹也是如此，在仪式战斗中，他右脸有一个巨大的伤口，但通过饮用新型草，伤口立马就完全消失了。这个细节进一步证明了新型草的强大。细节7，在内战中，当史蒂夫正看着新闻时，如果注意背景后面，你可以发现到一只猴子穿着美队的衣服，没错，这就是他在美队1中画的。通过这里不得不佩服漫威的连续性，剧组依旧能把几年前的东西带到几年后的电影中来。